天第一站介绍的是大阪生活惊喜馆。搭地铁在天神桥金六丁目站下车，往3号出口直接出来搭电梯上8楼就可以直接抵达咯。门票的话是600块日币。如果你有大阪周游券的话，可以免费换票。这里是8到10楼，营业时间是从早上10点一直到下午5点，礼拜2是没有开放的。首先到的是10楼的观景台，可以看到江户时代建筑的样貌。继续往前再下楼梯，会看到的是关于大阪的一些生活历史。接着就会到有一些实际建筑的场馆了。这边是日本第一间展示从江户时代到2战之后住宅样貌跟模型的博物馆，重现了过去的生活场景。房子里面没有特别标示的都可以走进去参观。可以看到当时候人们生活用到的器具，客厅、餐厅、房间，还有厨房、厕所是长什么样子，还有以前祭祀的地方、学习的空间跟公共的大澡堂，还有另外提供收费的和服租借服务。这边是每半个小时有1场，然后可以穿30分钟，但因为目前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暂停开放。这边的天空会定时切换成白天、日落跟夜晚，还有节庆的时候会放烟火的样子，可以更好的感受到从前大阪人的日常生活。下一个要介绍的是大阪城。搭地铁到古丁4丁目站下车之后，往9号出口，沿着这个指标一直走出来，左转后会先看到的建筑物是大阪历史博物馆。在它的前面有一个法源版遗迹，它是一个古坟时代高架仓库的遗址，已经被修复，然后在这边展出。接着我们走到外围，先前往大阪城公园啦。从这边走到大阪城大概要走15分钟左右。大阪城公园整个园区非常大，面积有105.6公顷。在1924年的时候第一次开园，叫做大手前公园。在1931年的时候，因为有附近的居民捐款，重建了天守阁，也改名成为大阪城公园。1965年的时候开了西之丸庭园，占地有6.5公顷，一大半都是草皮，也是很著名的赏樱景点，大概有300多棵樱花树。每年春季都会有很多去赏樱的游客。在1974年的时候，梅林开园，梅林种植了很多梅花，面积的话有1.7公顷，种植了大概1270棵梅树。沿路一直走会先看到大守门，大守门是进入城郭范围内的正门，所以基于防御的关系都会慎重的建造。两边的石墙是德川时代建立之后就保留到现在的，上面的巨石是从日本各地选出优质的石块再运送来的。从大守门进来之后，可以看到大阪城著名的2大巨石。接着继续往前走，左手边就是西之丸庭园的入口了。这个门票大人是200元日币，如果用周游券的话，也是可以免费换票进去。右手边的建筑物是大阪修道馆，是一间武术学校。前面这个是大阪城鹰门，穿过鹰门之后，前面是整个园区内最大的礁石，表面积有59.43平方公尺。右手边的建筑是旧第4师团令部厅舍。2战后曾是大阪市警视厅与大阪府的警察总部，后来有作为大阪市立博物馆使用。在2017年被改建为复合式的休闲场所，里面就有餐厅跟小吃，还有卖名产。往前终于抵达大阪城天守阁啦。大阪城是1583年由丰臣秀吉建造的住所。
和名古屋城、姬路城并列日本历史上的3名城。到旁边售票处买票之后，就可以进入天守阁了。这个门票的大人是600元日币，15岁以下就免费入场，也是一样用大阪周游券的话可以免费换票。一上来会先看到金明水井户，这个古井有一个传说是以前为了去除井中的毒气，太阁秀吉在这座古井中投入黄金，然后在井底的黄金会闪闪发光。一进入到天守阁，首先会乘坐电梯到最上面的展望台。如果天气好的时候，可以远望到奈良县的深居山，还有兵库县的六甲山。在7楼跟5楼有展出很多大阪城的历史，包括大阪城的演变，还有战争、大阪夏之阵，还有天王寺口战争等等的故事。播放的历史透视画布景《太阁记》则是讲述了丰臣秀吉的一生。在4楼跟5楼则是会有不定期的更换展览。逛完大阪城天守阁之后，可以走到天守阁后面的极乐桥，穿过桥的另外一边就可以去乘坐大阪城的水上船。大阪神御座船采用了大量的金箔，重现丰臣秀吉的船只凤凰丸。这个票价的部分，大人是1500块日币，中小学生就是750块日币，65岁以上的话是1000元日币。这个也是有用大阪周游券可以免费搭乘。营业时间的话是从早上10点到下午4点50，大约10分钟左右会有一个班次。买好票之后，上面会有预定时间，在出发前10分钟登船就好了。如果错过的话，你就要再重新买票。一开始船夫会讲解等等，会看到一个人面石是在路上会看不到的，接着船上一路都会用播放英文解说。航行到人面石的地方还需要找一下，跟着一开始船夫发的图片，才能隐约找到人面石在哪里。航行的时间大概20分钟，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欣赏大阪城。接着就回到大阪历史博物馆，这边的门票票价是600元日币，也是一样用大阪周游券就会有免费的票。因为里面不能拍摄，所以接下来会放一些图片介绍。大阪历史博物馆的常设展位在7到10楼，一开始服务人员会引导你搭电梯到10楼，然后你再一路逛下来。10楼的展示是古代的大阪难波宫时期，展示的内容包括挖掘出来的古物，也复原了原本难波宫的样貌。这边以前是西元7世纪政治人物聚集的地方，从窗外就可以看到难波宫遗址。9楼展示的是中世纪商业时期的大阪，可以看出开始发展商业之后繁盛的大阪，有很多等比例缩小的建筑物模型，可以看到以前的街道跟房屋，还有他们从前生活的样子。8楼展示了发掘历史的考古厅，可以知道考古是怎么进行的。7楼则是近世代的大阪，这里就呈现了更繁荣的样子。大正末期至昭和初期的大阪已经开始洋化，可以看到一些很洋化的服饰跟建筑等等。这边展示的街道跟样貌，也是在重现100年前的心斋桥跟道顿窟。从往下楼的手扶梯旁的窗户，可以看到整个大阪城的样子。大阪历史博物馆展出的内容很丰富，不会让人感到无聊，所以有机会很推荐来这边看看。最后统整了各个景点的门票资讯，如果有购买大阪周游券的话，这3个景点都是很安排体验，包括交通、门票等等，全部都可以用一张大阪周游券搞定。其他相关的网站连结都放在资讯栏哦。最后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留言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见。